Hello， 大家好。在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三大城市中，只有蒙特利尔目前还没有征收海外买家税，所以好多朋友就特别关心蒙特利尔的房产市场。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蒙特利尔的房产市场以及蒙特利尔的房价走势。在蒙特利尔什么时候卖房是最佳时机，什么时候买房是最佳时机。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去年的市场情况。魁省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房产销售创下新高，整个魁北克的销售量是225343套，与2019年相比增长了14.8%。与其他省一样，魁省的销售也主要集中在郊区房产市场。蒙特利尔岛的房产市场并不算活跃，2020年销售量为31530套，比2019年下降了2.7%。2019年的销售量为32416套。如果这个数据和你在其他地方看的不一样，那么请以这个数据为准，因为这个数据呢来自魁北克省土地注册局。魁北克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蒙特利尔岛周边地区的销售量显著上升，蒙特利尔南岸销售量增长8%，蒙特利尔北岸销售量增长20%，单户住宅的中位数价格40万加元。比2019年上涨了18%，公寓的中位数价格为30万5千加元，比2019年上涨了14%，而 Plex 的中位数价格为61万5千，比2019年上升了12%。公寓和 Plex 两个物业类别在上一次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分别是在2003年和2004年。由于疫情导致大蒙特利尔地区可售房源减少26%，市场条件明显有利于卖方。到2020年，大蒙特利尔地区平均住宅销售的时间为52天，比2019年减少了19天，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短销售时间。预计今年上半年，计划出售房产的人将会加快行动，因为房价已经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伴随着第二波疫情爆发和经济衰退，很多地区都处在疫情期间的限制措施，没有人能保证未来2年的房价会保持当前的价值。卖房者可能希望尽快在疫情期间完成卖房。根据牛津大学数据世界的统计，加拿大疫苗接种量已经跌至全球第20位，不仅落后于英国、美国等同盟国，还落后于波兰、塞尔维亚等中等收入国家。缓慢的疫苗接种进度可能导致出现第3波疫情，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更长期的经济衰退，这也可能是未来房价走势不确定的最重要原因。虽然房产机构的数据显示公寓价格在上涨，但这也可能是有价无市。蒙特利尔公寓交易的周期长得可怕，我关注的几个楼盘有些公寓的挂牌时间甚至长达2-3年的时间，当然也有可能是不诚心卖。再一个就是我关注的多套公寓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其中有一套60万左右的公寓，挂牌时间已经超过了1年，它在1个多月之前把价格下调了3万加元。如果你打算买房，那我的建议是先在 App 里边收藏所有你感兴趣的房源，然后呢，你再定期截图，统计分析它们价格的变化，这样呢才能客观地判断市场变化趋势。因为2021年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第2波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不确定，是否会出现第3波疫情不确定，经济什么时候能恢复常态不确定，今年的移民目标能不能实现不确定，房地产市场是否会出现抵押贷款违约潮不确定。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导致有的机构预测房价会上涨，有的机构预测房价会下跌。比如路透社在去年9月份对16位经济学家做出来一个调查显示，几乎一半的经济学家预计房价会下跌10%，而另一半的经济学家预计房价会上涨10%。皇家地产预测2021年蒙特利尔的房价将上涨6%。为加拿大银行开发抵押贷款分析软件的穆迪公司预测，蒙特利尔的房价将下跌近7%。穆迪分析没有给出房价下跌的具体时间，在这儿咱们就给它补上。一般情况下，2月到5月这段时间挂牌房源比较少，在这期间房价有上行的压力。过去加拿大房价下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5月到7月之间开始的。前段时间加拿大住房与贷款公司又发布了一个新的预测，他们预测房价可能会暴跌14%，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会下跌50%。而且他们认为蒙特利尔的房价存在中度下跌的风险。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可能造成蒙特利尔房价下跌的因素。
第一，政策风险。对于房产市场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政策风险。加拿大政府保护加拿大人和住房市场免受疫情影响的财务措施，在目前已经基本结束。2020年，政府本来期望房产市场能实现软着陆，这一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经历了魔幻的房价上涨。现在加拿大政府比谁都更期望房产市场进入健康轨道。所谓健康呢，也就是指房价每年有1%到3%的温和上涨，而且呢，最好与收入增长保持一致。去年蒙特利尔房价增长过快，就已经背离了经济现状。因为反对党要求对海外买家征税，魁省在去年10月份就开始登记了购买或者是出售房产人的国籍。如果购买房产的是企业，还必须确定外国居民是否拥有房产超过50%的比例。这都表明魁省政府可能在下一步出台影响房产市场的政策。去年加拿大政府的秋季报告也显示，联邦政府也计划在今年春季推出全国范围的海外买家税政策。第二就是人口问题，人口少意味着房产需求就少。目前魁北克人口增长率比较低，根据魁北克人口报告，2020年前6个月与2019年前6个月相比，魁北克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了3倍。魁省 PEQ 新政也导致移民的门槛大大提高。魁省不再是华人移民的首选，这还导致魁省原有的华人留学群体大量移居至其他省。根据魁省 JLR 房地产市场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蒙特利尔地区购买房产的外国人中，超过1/3是中国人，因此这也是魁省房产市场的巨大损失。再加上持续的旅行限制，可以初步判断，魁省2021年移民任务很难完成，这也会导致人口增长较低。第三呢，就是房产负担能力问题。蒙特利尔一户家庭中位数的税前收入只有52500加元，这样的家庭呢，只能获得30万加元的抵押贷款，而这些钱只够买一套基准价格的公寓。因此，对于大多数蒙特利尔本地人来说，买房是遥不可及的。其次，一般认为持有成本超过家庭收入的40%时，就会被认为是无法承受的。2020年3月，蒙特利尔的住房持有成本达到家庭中位数的43.4%。再次，2020年蒙特利尔租金上涨6%，远高于收入增长速度，因此首次购房者很难攒首付。一家魁北克住房权促进组织正在呼吁魁省住房部实施禁令，在2021年冻结租金上涨。同时，现在很多贷款机构也收紧了他们的贷款政策。2020年，蒙特利尔将房产税提高了2%。蒙特利尔市政府已经提议在2021年冻结税收。由于蒙特利尔的城市收入受到疫情的沉重打击，现在面临5亿加元的赤字。虽然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可能会提供支持，但这都意味着财产税在未来将会增加。第四，外国资本投资方面，自从多伦多、温哥华开征海外买家税以来，流入蒙特利尔的外国资本急剧增长。但是疫情爆发导致国际旅游受到限制，这大大减少了外国资本对整个加拿大房地产的投资。因为短期市场无利可图，长租市场空置率上升，租金下降，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炒房的风险越来越大。在市场企稳之前，很多专业人士将远离市场，同时也会让一些潜在的租赁物业的投资者推迟购买，直到租赁市场企稳。第五，可能发生抵押贷款违约潮。加拿大最大的个人破产业务公司 MNP 的一项独立调查报告显示，数量惊人的加拿大人即将达到财务透支极限。易索普代表 MNP 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超过30%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非常担心利率上升，因为这可能把他们推向破产边缘。为了避免抵押贷款违约，很多人在违约之前可能会选择出售房产，这可能会给房产市场带来供应冲击。第六，新房供应量将会激增。蒙特利尔在2020年建造了创纪录的住房数量，却没有经历创纪录的人口增长。随着在建建筑在2021年和2022年完工，大量的住房供应会缓解市场压力，供应量猛增可能导致房产价格有下行压力。第六，房产需求发生了变化。疫情爆发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家工作，郊区房产需求增加，加拿大3大城市都出现了城市人口逃离。再一个就是独立屋虽然好，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精力和能力维护的。很多人需要购买公寓这种随时锁起门来就能走的房产，
而且呢还能享受城市中很多的便利设施。人们对公寓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人们都想尽量把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分隔开，小公寓已经不太能满足新的住房需求。比如蒙特利尔市中心的高级公寓、加拿大人、YUL 等，公寓户型都非常小。很多开发商准备开发更大的公寓，也就是开发更多的2卧室、3卧室甚至4卧室的公寓，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压低小户型公寓的价值。以上6点都可能在2021年给蒙特利尔的房价带来下行压力。说到这儿，很多投资者可能想问，现在应该卖房吗？从卖方的角度来看，市场可能会出现很多影响房价下跌的因素。我认为现在出售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而且呢，每年的房地产周期一般在上半年对卖方更有利。对于刚需自住来说，现在是买入的好时机吗？数据显示，蒙特利尔中位数房价在过去几个月基本持平，这可能是一个早期的信号，表明房价上涨已经开始减速，而且很可能会在2021年中下降。2021年蒙特利尔房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作为买家完全没有必要着急出手。按照每年房地产周期，进入夏季末以后，房产市场可能会更有利于买家。当然，如果你等不及，上半年就想出手的话，那也最好不要参与竞价战，而且呢，一定要讨价还价，否则的话，后悔的概率一定会很高。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